What's up, guys？ 很多人问我说，如果使用索尼 Sony 系统呢，要买什么样的镜头比较适合？可能买变焦啊，或是买定焦啊，怎么样才能够让你的拍摄呢可以呈现出很好的画面，可是又不用花很多钱？这边呢，我就快速的为各位介绍4支索尼便宜的 f1.8 镜头，而且拍出来效果也非常好哦。Let's find out。拍摄的时候，如果想要全天候拍摄，你拿起相机什么时候都可以按下快门，可以拍到好照片的话，基本上还是使用定焦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定焦镜相对光圈大，能够让你在各种环境下都可以适合的获得不会晃动的照片。而变焦镜呢，虽然一体多镜，但是它在很多情况下是伸展不了手脚的，比如说微光啊、夜景。你想要拍照的时候，可能还是要找一点脚架辅助之类的。如果使用定焦镜，另外好处是相对光圈大呢，它的景深啊、质感的描写都有它一定的优势。所以我在这边推荐不要花多钱，可以买到好成像的索尼定焦呢，有20定焦、35、50、85，都是 f1.8 的哦。虽然都是属于2军的地位，但是这几支镜头呢，相对而言都是容易入手，不会花太多钱，而且它们的成像也都对得起现在镜新的光学设计，可以符合新时代机身。相较于竞品而言，它们的描写力都相当优秀哦。这边看到的是 f1.8 的50定焦。这颗定焦呢，它满足了我们对于标准镜的合理要求，轻便，同时呢画质高，散景呢又容易出效果。虽然说整体的外观呢是偏塑料一点，比较高价高质感的那种感受，也不过不失。配上遮光罩，其实整体而言算是低调，把它当成是不难看的镜头吧。50这个经典的焦段可以涵盖80% 以上的拍摄内容的需求，视角呢跟我们人眼的观察的习惯呢非常类似，拍摄各项事物上呢都特别的舒服，没有奇怪的感觉，也是标准镜迷人之处哦。f1.8 的50索尼入门的标准镜是相当推荐购买的，实拍出来的画质相当稳定，即便是边角中央都有一致的画质呈现，可以安心使用，特别轻巧的感觉。对于器材负担相当有感的我们，拿起来都不会觉得有特别难受之处，反而会暗自欣喜，居然有这么轻巧的组合呢。如果使用50拍摄身边的小事物、花草呢，都非常适合。基本上它对焦不算太快，但是近色呢是没什么出彩之处，所以拍镜头器的时候比较吃力一点，需要到45公分才能对焦，所以比较远一点点哦。但是它一大优点呢，就是非常轻松的手持，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机身，都是对你的手腕的负担呢非常的小。拍细小东西的时候，50能够给我们的画面呢就很有限，相对而言呢就比较没办法去聚焦太微小的事物，就需要额外呢再多花点心思呢，找到表现物体的 sweet spot。第二个推荐的镜头是 f1.8 的35 mini 焦段，索尼这个35 mini 也是非常的小巧，外观呢多一点高级感，它的镜身上的材质 metal built， 它的对焦环呢也是有金属质感，这边有多一个控制按键，可以自设各种功能，都让这支镜头的价值感、操控性啊很明显的稍微高级感觉。但是它的体积啊、重量也控制非常的轻巧，55的口径金属镜身，和它的画质第一眼感觉不会特别吸引人，可是它的散景呢是有浓浓的老镜的风味哦，画质呈现细节描写上不会让人失望。而且来拍照看看吧，温度稍微低一点的时候，你就会欣赏到在冬天特有的花卉咯，比如说我们在华山园中心这边看到的莲花已经盛开了呢。这对焦上呢，就明显的有了比较快速的感觉。相信因为它的镜组的设计结构啊，它对焦马达都比51.8要优异许多，同时它的对焦距离呢也更近了呢。让拍摄生活小物的时候多了那么一点点余裕，不用一直退后怕拍不到。比起50大了一点点，也比较对手，因为它材质是比较具有质感的金属，要用单手操控呢也不是太困难，拍起来依然有一种自在开心的感觉。加上它的老镜散景味，也让拍摄起来多了那么一点有趣的感觉。也因为35焦段的特性呢，一般在拍摄上举起相机随拍呢都不用特别后退呢，就能够符合我视觉观察的习惯，更加的自在和创作焦段。
看过小广角35mm表现之后，下一个要介绍的就是小望远85 f1.8 的镜头。索尼85 f1.8 呢，它体积明显的大许多，比起竞品来讲，它其实体积还是控制的非常合宜哦。镜身的质感呢，也是有一定的水准，一样的具备了金属的对焦环啊、镜身对焦切换按钮、自定义的分按钮。85 f1.8 跟35 1.8的它们的操控风格以及镜身的设计质感呢，是属于同一时代的非常接近的产物，而成像呢也是非常优异哦，画质可以说相当细腻，一点都没有含糊的感觉，景深也可以轻易的带出了非常柔和的前景深，相信这也是使用85必备预期的结果。它对焦其实比35还要来得快一点点，很容易呢就可以抓到你想要的焦点，近摄呢其实距得非常远，抓取影像细节的话，还是要多费点心的，不见得能够很顺利的合焦到小的影像，就是要拍稍远一点的中距离物质就非常得心应手，或是带一点小的压缩感的描绘，也是这颗镜头特别顺手的地方。搭配 A7S3 的话，85它的对焦速度呢是非常令人满意。你只要简单的打开 Sony 引为好的全域对焦，加上连续对焦，简单的对上任何明显的事物，没有虚化呢，非常漂亮的光学成像，不太让人有挑剔的空间的，几乎没什么缺陷的表现，少了一点镜头的韵味而已。不过能够确实忠实描写，总是令人放心的呢。再来第4支介绍的呢，就是索尼的 f1.8 的20mm G 镜头。这镜头呢，明显又更高一档次。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，它居然有光圈环的设定。光圈环呢有1/3路径，有个大的巨轮拍，以及自动对焦和对焦切换自定按钮。整个质感做工呢，比其他镜头又更高一级了。镜身呢，却是比较明显的塑胶质感。20mm 是相对一个尴尬的焦段，其实没有到24那么样的适用服用，不像16那样子全面的成为一个风光摄影镜头。20mm 是比较介于广角的记录拍 Vlog 是相当合适的，不会太变形，同时又可以容纳比较多的背景资讯。最大优点呢，它近摄非常近，它近摄达到0.19公分，它可以贴着东西来做拍摄，比较不会有太近就对不到焦的一些困难的地方。口径啊到了相当大的67，整体手感呢是比较最手点。另外还有一个 luxury 的设置，透过这个就是它的光圈环呢，可以调成有级跟无级的切换。使用21.8的时候，可以很明显的拍出前后远近的深远感，而且它的光圈全开就是画质呢就是非常锐利，细腻程度呢让我不觉得它是一支广角镜，非常高级的细节呈现感，不会有光学边缘模糊啊，或者是过于明显的畸变等等的状况。在使用这4颗定焦的时候，有一个点特别让我印象深刻，除了是轻巧轻便之外呢，就是它的无声对焦，以及它本身呢就有一定的耐候性。在这种环境下使用，基本上不太会有任何需要 take care 的情形，不太会有对于耐候性的任何顾虑哦。这次呢介绍了这4支镜头，其实各位最喜欢用哪一支呢？我个人私心认为，质感拿起来的手感最好的是35 f1.8，画质最锐利的我觉得是85 f1.8，最适合 Vlog 使用的是20 f1.8，最适合磨练一般新手想要练习构图的话，51.8呢是相当适合的哦。共同特色就是它对焦完全无声，而且非常快。要真的批评的话，可能是50 f1.8，可能对焦会略有一点点缓慢，有一点点声响的感觉。但是其他3支呢都是非常高速对焦，手动对焦的时候也是 Drive by Wire 线传控制，非常柔顺，可以预测的电子式对焦。现在呢，相机跟人物的距离约是2公尺的时候，你们依序看到20mm所拍出来的 range 呢相当宽广，再来是35、50、85到85的时候，只能拍到人物脸部特写部分，这是距离2公尺的范围。那如果要拍摄我们的横幅人物全身的使用20mm镜头的时候，我们只需要跟相机距离3步的距离，35mm必须要离相机6步的距离，就可以拍摄到35mm横幅的全身。如果换成50mm呢，我们就要配8步距离。现在在8步距离呢，我们就可以拍摄到50mm人物全身的横幅照片。拍摄85mm全身的照片的时候，我们要退几步呢？到15步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拍摄到85mm
横幅全身的照片哦。因此，使用定焦的时候，我们不妨稍微留意一下每个东西它的拍摄相对应尺寸的时候，你所需要的相对距离。比如说拍摄全身的时候，需要离相机几步。掌握到这样的距离观念之后，容纳什么样的景色，使用什么样的焦段，都非常的直觉，而不再需要不断的试错、尝试，甚至交换镜头。你只要抓好距离，抓好你所需要的框景范围，定焦镜也是非常易于使用的哦。透过这样简单的练习，其实不同的焦段呢，我们可以控制到拍摄出类似的框景跟类似的主题大小，都是没有问题的。改变焦段只是改变我们拍摄的距离，甚至是背景描写的呈现的方式不同。最重要的是呢，我们换了一个焦段，我们就有新的描绘场景透视的摄影语言，掌握透视来诉说你影像之间你想要每个元素呈现出来的距离感，它的宽或窄，舒缓或紧张。如果我们可以确实的掌握的话，将会对你的画面描述的能力更上一层楼哦。在拍摄夜景的时候呢，即便是定焦上脚架，你依然可以缩到很小光圈来获取相对高的画质以及特殊的星芒。用20mm定焦依然可以拍出海胆星芒相当不错的效果。用35mm拍是比较好取景构图，不会涵盖的太大，适当将画面塞满有用资讯的构图。星芒呢依旧呢非常的出彩。50mm呢，它的构图取舍必须要更加斟酌，仔细的排除掉杂物。也因此呢，50mm可以获得训练构图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哦。50mm的星芒呢，依然有非常漂亮的海胆状。从光圈下的锐利度，相较于35mm稍微软了那么一点。85mm拍摄夜景会是什么效果呢？它的星芒是有相当有趣的效果。验证无误，4支定焦镜呢可以拍出海胆状的星芒，当然是越广角的星芒的效果越美。而且你还可以享有大光圈带给你很好的操作性以及画质，全天候拍摄能力。推荐不管是新手老手，都尽量使用定焦来做你摄影主要的工具哦。所以在每次拍摄各种任务的时候呢，都要带好几支这样的定焦镜呢来进行拍摄。那各位会想说，那是不是麻烦每次拍摄的时候都要不停的换镜头？所以啊，一般拍摄的话配2台机身。这样的话就会减少换镜头的频率咯。另外呢，使用定焦镜有时候也是一种情感因素，因为在以前在拍摄电影的时候，剧组呢都是会租很多蔡司的电影的定焦镜，然后根据每个场景呢，大助呢会帮我把镜头换上，来协助我去构成画面的影像以及画面的情感感觉，搭配各种焦段呢来做呈现。也是因为这样子，在现在的拍摄工作呢，我也习惯的将使用定焦镜这个因素把它带进去，这样拍起来会让画面呢更有点电影的感觉，而不像一般影片记录呢，只是可能拿一个变焦镜头拍起来就有点像 DV 那样子随性的影像记录。Right， 不晓得在手机前的您是习惯使用变焦镜拍摄，或者是使用定焦镜拍摄，还是这几支Prim Lens 已经有其中一支在你手边进行拍摄创作了呢？不管怎样，只要在手边的镜头就是最好的镜头，就像相机一样。See you， bye。